今天给大家聊一下这个湖啊，这个湖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湖。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湖有意思在什么地方。先看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，这是我平时收藏和玩的一些东西。大家会发现跟日本的什么茶道啊，什么这种东西完全是不搭界的。也就是说，这茶道这个东西呢，我在国内的时候呢也不怎么玩。有朋友在玩，我无非就是说是就挺有意思看一看，但我自己个人是不是特别喜欢，因为我本身不喝茶，我最多呢就是喜欢说这个器型很漂亮，这个图案很漂亮，或者说这个质感很漂亮，但是我自己一般来讲不收藏不使用。但是在日本呢，我现在开始就是说慢慢接触这些东西，说的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，大家就别太当真就行了。说这个湖啊，我先聊聊它有意思的第一点。这是在一个拍卖会上买到的湖。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呢？就是说它是被捆绑销售的一款湖。它这个拍卖会呢是有时候它是单件的拍卖，有时候它是会把5、6样东西放在一起拍卖。经常呢会发生这种情况，就是说5、6样东西放在一起，我只喜欢 A， 但是剩下的我都不喜欢，但是为了这个 A 呢，我必须把这一堆都给拍回家。这个湖呢，就是相当于是我不喜欢的那一堆里面的一件。也当时呢也不是说特别不喜欢，但它不是我的这个主要目标。结果在拍卖的时候呢，好多人都在抢这堆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抢这堆东西，它的价格就是一路走高，但是最终还是把抢了回来。抢回来之后呢，它是一直长期是冷落在一边，甚至呢就是说有段时间我想把它就是很便宜的送拍，就是把它再处理掉。好，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湖。大家首先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外包装啊，它的木盒上面写的是朱泥急需绘梦，就是绘画的绘，梦想的梦。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喜欢呢？主要是因为这2个字绘梦，就是感觉是很俗气啊，就是很土气的一个名字。你感觉是一个不入流的一个小作家做的一个东西，就一种有点山寨的感觉，就是因为绘梦这2个字。但是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呢？就是我后来一查之后发现，它其实来头不小，非常不简单。它这个系带的方式也是比较有意思。这是它的原始的木盒，包括它原始的布。他们好像收藏的时候很讲究这个，特别喜欢这种朱红色，就是砖红色，可以说砖红色，也可以说是这种枣红色吧。它这个湖呢，大小比例，包括它这个细节，就是一些细节边缘的这种厚度，然后这种手感，包括这个湖的壁厚都做得非常的漂亮。而且我尤其喜欢它这种接口的方式，就是有一点好像故意保留了一点那种手工的感觉，它有这种压痕。它的作者呢是绘梦，全称呢是山田绘梦，他是第4代长山山田。它这个湖呢，就是说朱泥，它是生产在日本的长华市，是长华市一种算是特产吧，是特有的一种东西，也只有长华呢是出这种朱泥。这个朱泥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，就是说是对中国紫砂的一种模仿。喝茶的话，它肯定会有一些周边的东西，什么茶具啊、茶道的一些东西等等等等，它也是深受中国的影响。但是呢，它自己又没有紫砂，所以说它就一直在在国内寻找，看能不能找到紫砂。最终找到了这款朱泥呢，就是用来替代紫砂。但实际上呢，这个朱泥的特点呢，就是说它远远比不上紫砂，因为它这种材质的不同吧。但它有另外一种特点，就是它非常的细腻，可以这么理解吧。如果说紫砂是一棵大树的话，它实际上是相当于这棵大树的枝干一个分支。这就是说它实际上也是可以说是一脉相承，但是说它有一些细微的区别。这就是它有意思的一点，就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一点，可以把它理解为日本的紫砂。而且它这种朱泥壶呢，它实际上是大约是在江户末期、明治的早期，当时有个日本人叫漓江方寿，他从中国请来了中国的文人叫金世恒来传授这种紫砂的制作方法。然后他有一个制陶所，然后这个第1代长山山田呢，就是正是在他的这个制陶所学习这种制壶的技术。然后在17年之后，也就是说他是明治元年出生的人，在他明治17年，然后
创办了自己的窑口，就是山田窑，这是现在日本一个比较有名的窑口。他的第3代的山田长山呢是所谓的人间国宝。至于第2代应该不是，我具体不知道啊。因为这个所谓人间国宝的称呼，这种说法大约是在50、6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。至少我知道它的第3代呢是所谓的人间国宝。日本的人间国宝呢，我们第一次听这个名字，感觉就觉得有点夸张，好像有点搞笑。实际上呢，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是语境的不同，它实际上是类似于咱们国家的就是特等工艺美术大师，它实际上是跟这个级别是相当的。也就是说，它的第3代是非常有名。这个壶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点，就是第一点有意思的呢，就是说因为我是从拍卖会上，本来不是我的主要目标，是无意中得到，然后呢又是说因为这个名字嫌弃它，结果一查，发现它里面还有这么多故事。第2点呢，为什么说我觉得这个壶是因为这个东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非常的漂亮，跟它相比起来的话，明显能感觉到更加古老，而且它是另外一种质感，是表面非常光滑，因为它一方面是本身制作的很光滑，另一方面是年头比较久，所以说它表面这种包浆啊，然后这种色泽呀，已经非常的有味道，耐看。我第一次看见它呢，是在2年前，是在京都的一个古董集市上看到它，当时就非常喜欢，一眼相中我，然后就买了回来。就是当时我喜欢它这个图案，一个浮雕的图案，然后再一点就是说它非常的趁手，而且它这个壁厚呢就是恰到好处，它既不是特别薄让人感觉到不结实，也不是说特别厚让人感觉到很笨，就是很蠢笨，它就是说比例其实掌握的恰到好处。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作者呢是非常有功力的一个人。然后里面有篆刻的长山2个字，这个呢就是说有意思。第2点就是说它是3代山田长山，甚至有可能是第1代，因为这个我查确切的资料呢，就是说还没有得到非常肯定的说法。它这个标记呢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第3代特有的标记。2年前我淘的一样东西是在一个不同的地点，不同的人手里面，我可以想象一下，它当时可能是经过了几代人传承，或者说是等等吧，然后最终到了我的手里面。然后2年之后，无意当中呢，就是我淘到了这件壶，这是第4代山田长山。也就是说，日本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恰恰在这。它一个东西呢，经常是一个家族在做，经常是传承，一直不停的往下传承。我们经常能看到某某5代、某某6代、什么7代、8代。大家补充一下这个东西，它呢，实际上我当时淘它的时候，以为它是一个盖儿，可能是底下的部分缺失了，当时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。然后直到现在才知道，就是机缘巧合之下，无意中查到的资料。因为一般我收藏这种东西，我不会专门去查它是干什么的，就是说喜欢我就买回来。可能就是放在一边，突然有一天别人告诉我，或者自己无意中查到，知道它的来源，知道它的渊源，这就是有意思的一点。它呢实际上是个瓶座，放壶用的东西，它实际上是干这个作用。它就是专门放壶的东西，就是所谓的瓶座。所以说它也有意思，也就有意思在这儿。2年前淘的一个东西，它刚好是一个瓶座，这是一个第3代或者说是初代的山田长山做的东西。现在我淘了一个壶呢，是第4代做的，刚好呢它是一个壶，它是一个瓶座，我能把2代人或者3代人的东西又可以配成一对儿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呢，就是说简单聊了一下这壶，里面有一些很多我不知道的资料，只是简单聊一下。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就是说可以上网去了解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